如果不依靠运气，再次把我扔到任何一个英语国家的街头，只要给我留下敏锐的头脑和对现代社会的理解，5到10年内，我依然能重回财富自由的巅峰。这不是狂妄，这是一套可复制的算法。而这套算法的秘密，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视而不见。如果人生是一场可以无限重来的模拟游戏，那个名为纳瓦尔的角色究竟掌握了什么通关秘籍？财富不是靠运气，幸福也不是靠天赋，他们都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。而今天，我要把这套价值连城的源代码，毫无保留地通过我的人生复盘交付给你。在我带你进入这场关于财富与智慧的思想实验之前，如果你想在喧嚣的信息洪流中找到那个能让你思维升级的锚点，请现在就动动手指，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。这不仅是对算法的某种驯服，更是我们之间建立长期智力契约的开始。想象一下，此刻的我剥离了所有的银行账户、名下的房产、社交网络上的粉丝，甚至剥离了过往所有的光环，只剩下一副年轻的躯体和此刻脑中的智慧，站在熙熙攘攘的纽约或伦敦街头，口袋空空如也。我要怎么做？很多人觉得财富是零和博弈，觉得我是因为站在了风口上才飞起来的猪，但他们错了。如果重活一次，我甚至会比上一世更快地抵达终点，因为第一次我是在迷雾中摸索，而这一次，我手里拿着地图。我出生的起点并不高，那个来自印度的移民家庭，在这个庞大的异国机器中显得微不足道。童年的我，唯一的避难所就是图书馆，那里的书不会评判我，也不会因为我的穿着而鄙视我。如果重活一次，我依然会把人生的前20年全部砸在基础学科上，不是为了去考一个漂亮的文凭，而是为了建立一种叫做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模型。现在的年轻人太急躁了，他们急着去学最新的框架、最热的概念，却忘了地基。如果我现在回到20岁，我会像疯子一样去啃微积分、博弈论、微观经济学、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，还有写作。这些东西听起来枯燥乏味，甚至有些老掉牙，但它们是世界的底层代码。时尚会变，技术会变，但底层的逻辑永远不会变。当我掌握了这些，我就拥有了穿透迷雾的 X 光眼。在别人还在争论表象的时候，我已经看清了事物的骨架。在这个重启的人生里，我绝对不会再去为了所谓的薪水出卖我的时间。这是上一世我走过的最大弯路，也是大多数中产阶级陷进去就再也爬不出来的甜蜜陷阱。我们要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相，靠出租时间是永远无法致富的，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。而财富的本质是拥有能在你睡觉时依然为你工作的资产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也曾在这个误区里打转，以为加班就是奋斗，以为升职就是成功，但那只是在别人的赛道上赛跑，跑得越快，离自己的自由反而越远。这一次，从第一天开始，我就会寻找那个属于我自己的支点。那个支点叫做独有知识。什么叫独有知识？这不是你在学校里能学到的东西。如果学校能教，大家都能学会，那它就不值钱了，最后必然会被人工智能或者更廉价的劳动力取代。独有知识是你真正热爱的，你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你后天独特经历的结合体。对我来说，那是对科技的痴迷，对哲学的思考，以及一种能够把复杂事物简单化的能力。如果我重生，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向内探索，问自己，哪怕没人付钱给我，我哪怕去倒贴钱也愿意整天琢磨的事情是什么。当你找到了这个东西，工作对你来说就不再是工作，而是玩耍。既然是玩耍，你就拥有了无限的精力，你就能在漫长的岁月里熬死那些只把它当任务的竞争对手。接下来，我要谈谈那个被无数人误解的概念——杠杆。在农业时代，杠杆是耕牛；在工业时代，杠杆是机器和资本；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杠杆已经被彻底重构了。
如果我回到一无所有的起点，我不会急着去借钱，也不会急着去雇人，因为那是旧时代的杠杆，它们脆弱且充满风险。我会毫不犹豫地拥抱新时代的杠杆、代码和媒体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权工具。写一段代码，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在云端运行，服务成千上万的用户，而我的编辑成本几乎为零。录一段视频，写一篇文章，它可以瞬间触达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，在我睡觉的时候为我建立声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即使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只要给我一台连上网的电脑，我就能翻盘。我会开始写作，开始构建产品，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。在这个新世界里，看门人已经死了，没有人能阻止你发光，除非你自己选择熄灭。上一世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，只有当你把自己产品化，你才能逃离激烈的竞争，因为竞争就是对他人的模仿，而没有人能比你更像你自己。当我开始在网上分享我的思考，当我开始建立 AngelList 这样的平台时，我不再是在和谁竞争，我只是在做我自己。而这种独特性，恰恰是市场最愿意支付高额溢价的东西。但是，拥有了财富的逻辑，并不代表我就能在这个重启的游戏里一帆风顺，因为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潜伏在暗处，那就是欲望。如果说赚钱是一门技术，那么守住心智的安宁就是一门艺术。在我上一世的早些年，我也曾被欲望这头野兽驱使。我以为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就会快乐，以为买到了那辆跑车就会满足。但事实是，欲望是一个与自己签订的合同，以此约定，在得到那个东西之前，我必须保持不快乐。那种焦虑感，那种永远觉得还不够的匮乏感，差点毁了我。如果重活一次，我会比上一次更早地开始修炼这一刻。我会告诉那个年轻气盛的自己，除了当下的平静，一切都是虚妄。这不是让你去当苦行僧，而是让你明白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真正填补内心的空洞。我会更早地开始冥想，不是为了装样子，而是为了训练大脑这只猴子，让它学会安静。幸福不是一种情绪，而是一种技能，就像举重、编程一样，是可以通过反复练习来掌握的。这种技能的核心叫做选择性关注，学会对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说不，学会从嫉妒、愤怒和焦虑的泥潭中抽离出来。在这个重启的人生剧本里，我会极其审慎地选择我的伴侣和合作伙伴。这可能是我能给出的最实用的一条建议，甚至比怎么赚钱更重要。因为如果你和一个情绪不稳定、价值观扭曲或者总是制造混乱的人绑在一起，无论你赚了多少钱，你的生活质量都会归零。商业上的合伙人决定了你的财富上限，而生活中的伴侣决定了你的幸福下限。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人，而不是急着做交易。我要找的是那些聪明、精力充沛且正直的人。请注意，正直是排在第一位的。一个聪明但不正直的人，破坏力是惊人的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跑，立刻跑，不要回头。当我利用代码和媒体建立起初步的声望和资本后，我会迅速转型，从一个劳动者变成一个资本配置者。这就是财富积累的终极形态。用钱赚钱，用判断力赚钱。在这个阶段，具体的执行工作已经不再是我的重心。我的每一次决策，每一个是或否，背后都撬动着巨大的资源，这需要极高的判断力。而判断力来自哪里？来自对基础学科的深刻理解，来自对历史周期的洞察，以及那一颗因为冥想而变得冷静客观的大脑。我会投资那些能够改变世界的疯狂想法，支持那些像年轻时的我一样渴望证明自己的创业者。这不仅是为了回报，更是为了参与创造未来的过程。有人会问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你失败了怎么办？如果你的代码没人用，你的文章没人看，你的投资打水漂了怎么办？朋友，这就是不对称性的奥妙所在。
在现代商业社会，大部分风险都是有限的，而收益是无限的。我写一篇文章，最坏的结果是没人看，浪费了几个小时，但最好的结果是它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观念，为我带来了巨大的机会。创业也是如此，最坏的结果是回到起点找份工作，但最好的结果是财务自由。所以，如果重活一次，我会更加大胆、更加激进地去拥抱这些不对称的机会。哪怕失败99次，只要赢一次，就足以覆盖所有的成本。我会把生活极简主义化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节俭。我会花钱买时间、买健康、买体验，但我不会为了所谓的社会地位去买单。豪宅、名表、限量版的奢侈品，这些是社会给你设计的地位游戏。参与这个游戏的人，最终都会被困在比较的跑步机上，精疲力竭。真正的地位是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，是你拥有随时可以说不的权利。在这个新的生命周期里，我会更早地看穿这一点，把节省下来的精力用来打磨我的思维，用来陪伴家人，用来享受那些免费但昂贵的事物，阳光、书籍、真诚的对话。在这个数字孪生的叙事里，我也许会遇到新的技术浪潮，比如现在的 Web3， 比如正在爆发的人工智能，但我不会恐慌，也不会盲目跟风。我会用我那套第一性原理去拆解它们。这东西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？它提高了什么效率？它是真的创造了价值，还是只是财富的转移？我会利用 AI 作为我的超级实习生，让它帮我处理那些重复性的思维劳动，但我绝不会让它替代我的判断力。在这个算法统治的世界里，人性中那些不可预测、充满同理心和创造力的部分，反而变得越发珍贵。我的社交圈子会变得非常小，但非常精。我会避开那些总是抱怨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心态持有者，因为心态是会传染的。我会去链接那些乐观的理性主义者。我们讨论的不是人，而是思想。我们关注的不是过去，而是未来。在这个圈子里，信息是流动的，机会是共享的。这种复利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指数级增长。回顾这假想的一生，其实核心的逻辑从未改变。先通过在这个社会上提供独特价值来解决生存问题，利用代码和媒体的杠杆将这份价值放大，通过持有企业股权来实现财富与时间的解绑，最后通过修行内心来获得驾驭财富的智慧。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寻找捷径，都在寻找一夜暴富的彩票。殊不知，最慢的路往往才是最快的。现在，让我们把镜头从我的身上移开，对准此刻屏幕前的你，把这当作一场思想的图灵测试。如果今晚上帝把这张重置人生的入场券塞进了你的手里，或者更现实一点，如果你决定把明天清晨当作你新生命的起点，保留你现在所有的记忆和教训，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是立刻卖掉一切去重仓某个你深信不疑的资产，还是拿起电话去原谅那个你恨了10年的人，从而释放内心的重负？又或者你会选择彻底退出那场让你精疲力竭的职场游戏，去学习一项你真正热爱的能让你废寝忘食的技能？不要让这个念头只在脑海里停留1秒钟就消失。我在评论区等你。不要只是想把它写下来。写作是思维的快照。当你敲下那行字的瞬间，你的大脑就已经开始了一次微型的重启。告诉我，如果重活一次，你的第一步棋会落在哪里？这不仅仅是一个互动，这是你对未来许下的第一个承诺。如果你觉得这场思维实验对你有所触动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记得订阅并开启那个小铃铛。在这个充满噪音的时代，这是我们识别彼此、保持理性的唯一信号。现在，轮到你了。